来吧，说到美中之间互掐脖子升级了，那稀土的事儿和芯片的事儿两边那正怼着呢。那现在这边呢又开始向别的领域蔓延。美国方面呢最新的领域，《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最新就是那些商家啊表示，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拒绝了这些公司从休斯敦航道的码头向中国运送3船乙烷的要求。乙烷不能运了，急的啊，紧急的都装了船了，不许发。乙烷和丙烷是干嘛的？制造塑料的重要的原料，是美国主要的一个出口产品。乙烷和丙烷不给了，那这好厉害吗？好厉害啊！这个是有一定的杀伤力的。为什么美国的乙烷和丙烷这么抢手呢？因为美国是页岩气嘛，它连带着就生产了大量的这种廉价的乙烷。这种，因为它主要是什么做乙烯的一个什么重要的来源啊，所以说呢，因为美国做页岩气，它导致的这种什么叫什么传统石脑油的裂解和那个相比，它这个做页岩的搞出来的这个东西，我不太理解它这个里边的过程啊。美国的乙烷裂解制乙烯单位成本是传统制造的30%以上，就是成本比你低30%以上。你卖10块钱，我这在6、7块钱，那这成本太低了。中国呢是严重依赖这种廉价的乙烷的资源的。中国自己呢也有一些土造的页岩气，但是乙烷的产量是很低的，价格也不具备各方面的优势。这里边那干什么的都有啊，做塑料的，做橡胶的，那这里边啊，这个是大家都需要这玩意儿啊，这个是辐射到的产品啊是很多的，是美国比较拿手的，它主要有成本的优势。你要从原始传统的方式，不是说市场上没有，就美国这太便宜了，不给了。啊！我要你的命！你这个传统的塑料啊，什么橡胶啊等等，还有好多这个辐射的附属产品，你就别干了啊！你就到这么一个地步。那你别干了，你不让我干了，那我也得跟你急呀。那中国又有什么招呢？中国放了个风儿 ，CNN 马上就抓到了这个风儿。我不是稀土吗？我还有药，我传统制药这一部分，中国开始放风了。这一放风 ，CNN 立刻就做了这个报道，阿莫西林要断队儿。他讲，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民众使用阿莫西林治疗肺炎、胃溃疡，还有什么链球菌性的咽喉炎等等各种的细菌感染吧，是美国最常见的一款处方抗生素消炎药阿莫西林，我们家也有啊。结果 CNN 报道，为什么这个老厉害呢？因为阿莫西林在中国只有一家药厂在生产，这家药厂的80%的原料都在中国人的手里。中国人要不给，美国就没法生产了。那美国每年数以千计的人就没法用阿莫西林了。当然，你从外边买那就严重了。它是那种化工的原材料，全在中国这儿呢。然后呢，这 CNN 是往下挖了一挖，这里边从美国进口的药品中，氢化可的松，皮肤啊，就有点像皮炎平啊什么的那玩意儿，96%的有效成分，中国的，90%的布洛芬，中国的，73%的乙酰氨酚止疼药，中国的，然后还有好多了，你要往下拉，那里边那扯了去了，那太多了。
美国早已面临多种不可或缺药品的短缺了，已经有短缺了。结果到现在呢，中国开始放这么一个风。现在美国有这么一个委员会的主席，现在讲说中国拥有这种影响力，只要他们扣下扳机，立刻就会导致我们改变多项政策的立场，这可很不好。所以说你掐他乙烷、丙烷，我不让你做塑料了，那边呢开始放风，我让你药都别吃了，咱们就看谁狠。这就产生了一种互相的升级。那你老这样，咱也活不了啊！你这是要干嘛呀？结果现在沉不住气的是川普。川普呢，昨天在夜里，美国夜里边2点17分，这时间啊，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啊，在华盛顿时间凌晨2点17分，他睡不着觉，他突然发了个帖子：我喜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去喜欢，将来也永远喜欢，但他非常强硬，而且极难和他达成协议。首先啊，这舔习近平，我过去喜欢，以后永远喜欢，我非常喜欢你，但你对我不够意思，你怎么那么强硬啊？非常和他难以达成任何交易。那这个一出来以后，确实啊，您这还谈判交易大师呢，您把底牌都告诉人家了，夜静更深，你不睡觉，突然就实在睡不着了，把心里话直接就给说出来了，这个确实是让人很叹息了。当然也有人说这是一个技术，你们不能理解，你们不明白，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有这种技术吗？啊，把这个就是现在两边谁在求着谁，谁现在在主动，谁现在在要求谈，那这不是什么溢于言表的问题，现在已经是非常清楚了。Politico 这家美国媒体做了一个报道，它的标题是“总统很痴迷”。川普在摇摇欲坠的贸易谈判中，现在专注于和习主席的通话。啥意思呢？在等着习主席的这次通话。白宫表示啊，礼拜五到现在，中国一声都不吭。那白宫说的这个行不行啊？现在根本不知道，啊，不知道啊，是你单方面说的礼拜五。Politico 讲呢，说现在总统痴迷于和习主席来通电话，这是一个熟悉贸易谈判的人士说的。他相信他可以亲自通过这通电话来解决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他认为习近平也是这么想的。那是你怎么知道习近平想通过这通电话来解决问题啊？这不知道啊。他说这个信念，说川普的这个痴迷啊，掩盖了美国现在所处的困境。因为中国对关键矿物的封锁，导致政府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现在已经很明确，这些稀土矿物是从汽车到电子产品到军火生产各个领域不可或缺的关键组成部分。现在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现在就指着这个电话了啊。当然呢，现在很多的观察家还在怀疑这通电话能不能打得成，能不能打得成呢？因为白宫官员在川普第2任期以来一直都在公开承诺，包括川普本人已经2次了啊，说两国领导人即将通话，结果也都没有通话。也就是白宫像现在这么讲的，说本周会通话啊，甚至讲到了礼拜五，好几回了，也都没通啊。然后 Politico 这段话写的特别有意思，这是原来奥巴马的一个助理国务卿讲的啊。他
他说北京对弱点有着敏锐的嗅觉，尽管川普虚张声势，但他正在发出他的渴望，甚至是绝望。这只会让北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现在两边在博弈中啊，看谁先眨眼。现在你上赶着一天到晚都要跟人打电话，按照原来和北京博弈过的这位助理国务卿现在讲，北京对这方面特别敏感啊，现在拿住你了。所以说，这会让北京那边的决心更坚定。这里边讲说，中国认为川普是不可预测的，这给习主席带来了声誉的风险，声望的那种声誉的风险。你会不会给我来个突袭啊，或者是哪天又变了啊，等等，认为你不可靠。他们还是希望按照程序，底下都谈完，基本上都没毛病了，咱们俩最后宣布一个成果啊，这样比较稳妥。如果底下什么都没谈，咱俩就这么谈的话，习主席是不喜欢这个的啊，这也是这个媒体的报道了。哇哦，现在还在讲呢，说马上就要通这个电话，结果这家美国媒体讲不好说啊，现在还都没有确定，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彭博的报道说，现在芯片战对稀土战，中方越来越占优势。彭博讲，关于中美围绕着芯片和稀土的对峙，中方越来越占据优势，而且中国还有没拿出来的筹码，刚才说的药等等的啊。因为全球超过70%的稀土都是由中国生产的，他又讲了一遍，这对战斗机、核反应堆各方面都至关重要。所以说呢，美国想摆脱中国稀土的依赖，需要10年的时间。昨天讲了啊，还得投3000亿美金呢。而芯片呢，说中国已经开发出大多数美国芯片的有效的替代品。所以说呢，芯片你拿不住它，中国在这场对峙中占据了上风。这是彭博最新的一个说法。那能不能谈啊？那也不是不能谈，关键人家开出条件来了，你要应了这个，这电话80%是有的啊。那看看这条件是怎么样。那天看到和那位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王毅不见了一下吗？给人家上了个课啊，那肯定也提条件了。因为双方呢，因为那不是个正常见面，因为之前交国书啊，各方面都做完了，半个多月前就做了。他这是一个非必要见面，明显是在为两国元首通话在铺路。那什么叫铺路啊？我给你提几个条件呗，你回去看看做得到做不到，能做咱们就通啊，做不到就拉倒。那是没说的，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把这事儿给说了，他阐明美国违反了日内瓦达成的协议。那川普那边这鼻子都得气歪了，你明明是你嘛，最后都赖到我这儿，他就这么说。然后呢，是哪个呢？3条件，一个是你管制了我对华芯片的出口，英伟达那个啊，你都不让我来了。另外呢，停止向中国销售芯片设计软件，你都不让我设计了。第二个啊，第三个，吊销中国留学生的签证，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共识。3个条件，人家专门把这仨事儿给拎出来了。还有发动机呢，那不是还有什么吗？那大概不着急啊，那个他没提。那还有华为的那个全世界不能卖，你不是以这个为由头的吗？那个他也没提。那好，现在你要跟我办这个，就昨天我们节目里题目里讲的，拿芯片来换稀土。首先管制芯片给我出口，设计软件芯片的那你给我，另外留学生这事儿你不能弄。答应了这个大概就能谈了。我相信那天王毅见了那David啊，那个新的驻华大使，大概也是这路子。这是美国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明确就表现了这方面，你给我拿出这个条件来。哇，有动静没有？有，特别难看啊。
川普政府第一时间已经批准了英伟达向中国销售降级版的架构芯片 B30。字节跳动、阿里巴巴、腾讯立刻就下了订单，也就是比原来那 H20 还是 H10啊，稍微的又弱了一点。原来这也不让卖，这个也不许卖。现在第一时间这已经批了啊。那个设计软件呢，我估计也拦不住了。留学生这事儿呢，我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那要不然通不上这个电话呀？川普还指着自己施展魅力，能把习近平一通电话拿下呢，那怎么办？评论几句啊，整个现在这个盘子呀，这彻底给玩坏了。先说第一点，在这场互掐脖子的博弈当中，我同意彭博的说法，中方明显占据了上风。你就看这夜里2点17分发这帖子啊，我永远都喜欢习主席。为什么占了上风呢？互掐脖子都难受，凭什么中国占上风呢？还是那句话，中国可以不计代价，而川普不行。为什么？汽车厂一旦停产，所有的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稀土全停了产，经济指标怎么办？民众的反应怎么办呀？明年的中期选举怎么办呀？所有这些都是川普的软肋，习近平没这方面的压力啊。所以说，川普的软肋不是美国经济和美国军事，是美国政治。习近平别的都有软肋，就在政治上没软肋。所以说，现在两边这一拼命，在这方面一较劲，川普完，现在攻守逆转了。他也掐得中国很难受，但中国无所谓，反正都是代价来承受。习近平本人是没事的，这个问题是，这对川普太不利了，这是第一啊。第二呢，中国还有牌。医药这件事儿啊，原来我们是说过，但没想到，好家伙，这一弄，美国连阿莫西林都吃不着了，连可的松都抹不上了。一旦这都开始，美国是不可承受的。这东西是不得了的啊！那不知道他还有什么，还憋着什么宝呢？这都不知道。然后说到第3条呢，川普还幻想通过私人关系、通过个人通话来解决中美关系的问题，4个字儿：天真可笑。你和普京通了多少次电话了？请问你解决任何问题了吗？这是国家博弈。国家原则问题，这不是见一个面通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我现在发现了，川普他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件事儿，这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公司。这公司老板和那公司老板，咱们俩有业务或者是有什么问题，一通电话，咱俩吃顿饭，这事儿是有可能解决的。公司可以啊，这个通过个人关系是可以的。国家是不可以的，这国家后边一大堆人，一大摊子事儿呢，社会各阶层，你摆得平吗？你让普京和泽连斯基我一通电话，那你还不给我点面子？那涉及到领土问题，涉及到遗臭万年的问题，你的面子值几个钱啊？不是仨公司在一块搞，是3个国家。川普一直都没摆清楚这个位置啊，所以说你跟习近平之间不是你们2个人私人关系和你们2个公司之间的事儿，这是2个国家的博弈，退一步有可能就万丈深渊呀。所以说这东西哪是随便就可以点头可以答应的？中国现在抓着你的，现在我们至少看到了俩，一个稀土，一个药，他能轻易放给你？刚才说了啊，这芯片你得卖我，那软件不能拦着。那仨条件也都给你开出来了，留学生的事儿你给我轰回来，那还得了了？所以说呢，咱们就看啊，我认为是没什么戏啊。哎，他落到这一步，这贸易战给你打的，这一把好牌打得稀烂，眼看着呢，这离烂尾又不远了。